在曼谷这座城市，日光照耀着《迷离》杂志的记者，他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，也因工作需要，常常身临其境地经历着超越人类理解的奇遇。有一天，他踏上了前往泰国的旅程，这不是为了游山玩水，也不是探亲访友，而是为了追寻工作所需的灵感。在那个和煦的日子里，他抵达了曼谷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旅店，怀着草率的心情，开始了他在这片土地上的探险。在旅店老板的引导下，他听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。在不远的乡间有一个农夫，因为找不到人帮忙守夜，于是养了一个鬼仔，希望能减轻工作的负担。虽然这个话题并不新鲜，但对于《迷离》杂志的记者来说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探索机会。于是，他踏上了崎岖的乡间路，抵达了那个位于山区中的农场。周围环境的荒凉使他感受到一种隔世的氛围，但他并不畏惧，而是充满了好奇心。在农场里，他遇到了一对苍老的夫妇，他们用奇异的眼神注视着这位外来者。经过一番生硬的泰语交流，他们渐渐放下了戒备，热情地招待了他。作为一位资深的报道者，他明白他们的心情，知道他们渴望与外界有所联系。这次旅程对于《迷离》杂志的记者来说，不仅是一次探险，更是一次与未知世界相遇的契机。在这个乡间农场，他将会探索到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，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在这个宽敞的仓库里，迷离杂志的记者被带到了一个异常的地方。仓库内空无一物，唯独一张大桌子居中摆放，上面摆着祭坛的器具，但这并没有引起他的兴趣。他眼中唯一关注的是桌子前方的一个中型棺材形状的盒子。老农夫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，轻声说道：这个盒子里藏着你所需的东西。尽管他听明白了每个字，但他依然静静地凝视着老农夫手中的盒子。老农夫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，里面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。一个刚刚离世不久的婴儿尸体，他能够感觉到蛆虫在盒子周围蠕动，闻到难闻的尸臭，这让他难以置信。老农夫的声音突然打破了他的沉思：这是我们的孩子。他感到一阵颤抖，回到了现实，但仍然无言以对，只是默默地凝视着老农夫。老农夫继续说道：这是我们用尽所有积蓄从巴拉巫师那里换回来的。他叹了口气，继续道：他是一个乖巧活泼的孩子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。自从他来到我们家后，他帮了我们很多忙，晚上守护田园，偶尔还会在梦中与我们相聚。老农夫的脸上洋溢着喜悦，他的话语流露出对这个孩子的深深怀念。尽管记者的观察没有打断老农夫的话题，但老农夫的情绪变得沉重，心中的喜悦也渐渐消散。他继续说道：可惜，他始终不愿意称呼我为父亲。尽管我们尽心尽力地对他好，他始终把我们看作主人，认为自己是我们的奴隶。我知道他的苦衷，因为他曾受过巴拉巫师的诅咒，要他永远忠诚于主人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他至今仍不敢提升自己的身份。听了老农夫的叙述，记者也感到心生感慨，于是安慰道：放心吧，终有一天，上天会应你们的心愿。这是一场与生死边缘的对话，让他体会到人性的脆弱与坚韧。作为一名报道者，他身上随时带着相机，因此在得到老农夫的允许后，
他拍下了几张照片。夜幕降临时，他向老农夫夫妇告别，并给予了一些报酬。尽管他们拒绝了他的好意，但他坚持让他们收下。回到旅馆已是深夜，他疲惫不堪，很快便沉入梦乡。在半梦半醒之间，他看见了一个小孩，对他说了一声爸爸，然后展露出可爱的笑容。这让他感到惊讶，心生不安，想要逃离，但小孩紧紧抓住他的腿，恳求他：爸爸，别离开我，救救我。他感到困惑和挣扎，不知所措。最终，电话的铃声将他从梦境中惊醒，原来是老板打来的电话。他因为听到他的喘息声而产生了误会，调侃他说：小子，没有被打断你的美梦吧？哈哈。他没有理会老板的玩笑，只问了电话的事情。老板认真起来，告诉他有一项报道需要他的帮助，希望他能尽快回来。在梦境的影响下，他并没有留意到老板的话，只是匆匆结束通话，心里想着待在这里总感到诡异，决定过1-2天就回国。然而，他再次陷入了沉睡，这次睡得很熟，但突然间，一阵喧闹声打断了他的美梦。愤怒的他爬起床，朝着声音的来源走去，希望能找出究竟。喧闹声是从旅馆大门传来的。当他走到门前时，眼前出现了让他难以置信的场景。站在那里的竟然是早些时候在农场见过的那对老农夫夫妇，他们似乎正在与旅店老板争吵着什么事情。但看到他的出现，他们匆忙地向他跑来，跪在他面前哀求道：请你收下这个东西吧，它属于你的。他仔细观察着老农夫手中的物品，惊讶地发现那是一个中型棺材。老农夫解释说，刚才我们俩梦见了他，我们所饲养的鬼小孩。他请求我们放了他，让他与他的爸爸相聚。他说你就是他的爸爸，尽管我们很舍不得，但我们愿意让他跟随你，希望他能过上快乐的生活。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请求，他感到困惑和震惊。他怎么可能是一个鬼小孩的爸爸？这一切似乎比他之前的梦境还要荒诞不经。虽然他一度拒绝接受这份礼物，但老农夫夫妇的诚恳和恳求最终打动了他，他唯有暂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。离开曼谷的那天，他将棺材交给了旅店老板，并嘱咐他将其归还给老农夫。这段充满奇异的旅程暂告一段落，但故事并未结束。回到自己的国家，他感到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由于工作繁忙，他很快就忘记了在泰国的一切。然而2个星期后，一个星期四的深夜，他在办公室里待到很晚。当他准备离开时，他听到了模糊的儿童笑声，虽然声音很轻，但在安静的环境中显得格外清晰。这让他感到恐惧，他试图用各种理由安抚自己，告诉自己那只是想象中的声音。然而，当他走出办公室时，眼前的景象证明了事实。一个10月大的小孩正在门口的走廊上玩耍，他毫不在意地玩着玩具，但当他的目光与他相遇时，他突然抬起头来，对他说了一句爸爸，然后继续玩耍。他感到迷惑和不安，匆匆离开，希望逃离这一切。然而，这个小孩的影像仍然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。时间过去了1个星期，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，但他心中仍然充满了忐忑不安。后来，记者向他的老板请了几天的假，为了到美国德州参加朋友的毕业典礼。毕业典礼后那一晚，大伙们都到酒吧庆祝一番，尽情的欢乐与喝酒。
那一夜大家都过得很开心，天南地北，无所不谈。记者开始说在他与那鬼仔之间的经历，大家都不相信他，因为他是报道者，最会编织古灵精怪的故事，所以大众们都认为记者只是娱乐他们。记者看这个情况，也不诸多争辩，因而就一笑而过。大家都吃喝玩乐至午夜，大伙们才心甘情愿回去。驾车的人是这个记者，大家都喝醉了，只有这个记者是清醒的。路途中，记者突然刹车，大家都东奔西倒，一直责怪他。坐在记者一旁的朋友看见他脸色不太好，于是关心问道：“你没有事吧？”记者将车驶在道路一旁问道：“你没有看见前面有个小孩站在路中央向我们招手吗？”大伙听了，又以为记者在捉弄他们。坐在记者旁边的朋友知道记者有点害怕，所以安慰他说：“放心吧，没有事，也许刚才你喝多了2杯，有点眼花了啦，来让我驾车吧。”记者只能向他一笑置之，保持沉默。因为记者知道这一整晚喝的只是果汁，一点酒精成分也没有。由于宿室的拥挤，所以送完朋友回家后，就独自回到酒店休息。那一晚记者十分紧张，他说他的心一直跳个不停，每一下的心跳声旁如暗示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到来。一整天的忙碌，记者也累了，而且身体也有些不舒服，所以很快就进入梦乡。在迷迷糊糊中，这个记者再次看见他的出现。这次他右手拿着一杯水，左手拿着一些药丸，走近我并指示要我吃下那些药丸。记者能感觉到，倘若吃下这些药丸的话，他就能长久陪伴那位小孩。但还是吃下。这个记者说他当时一点反抗力也没有。话说当记者吃过那些药丸之后，就一直昏迷不醒。过了2天以后，收拾房间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仍然沉睡着，赶紧通知酒店经理，并将记者送到医院。还好辛地联系记者的家人。莫名的昏迷，没有理由，也没有线索，全院的医生都略手无策，连在医院最著名的医生也要他家人做最坏的打算，并准备我的身后事。后来据记者自己说，吃了药之后，就感觉到四周一片漆黑，并身体一直往下沉，地下似乎无底深渊，他一直不停地降落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终于看见一丝的灯光，但还是继续往下落。他看到四周围有人出现了，他们都好像讥笑我的到来。记者当时也不能肯定，因为他们的脸都很模糊，有些人还企图用手去捉弄这个记者，他不能挣扎，因为他似乎没有了肢体的控制能力，还是一直向下落。不久，记者看到了一位与他长别已久的亲人，他看见记者的到来，很是惊讶，然后用着他生前和蔼的声音向我说：“你怎么来了？你不应该来这个地方的呀，快清醒过来，快回去。”记者很是无助，也不能移动，不能说话，不能复答给他知道，自他离开我们之后，记者和他的家人很想念他。记者说他感觉到眼眶有点湿，但没有眼泪流出来。就这个时候，他的亲人就消失了。滑落不知多少时候，他感觉到身体的能量几乎消耗完了，他觉得他今天快死了。记者说他没有什么遗憾，想着想着，他的身体逐渐与空气中融为一体，然后就没有了知觉。当记者再次恢复感觉的时候，他发现他是在强烈的灯光下，有许多凄惨的哭泣声在他耳边围绕着。
记者勉强睁开我的眼睛，耳边的哭泣声立即转为惊叹与欢笑声。记者觉得又回到自己的世界来了。后来他听他的亲朋戚友告诉他，记者已经在医院挤昏迷了1个多月，每日的情况每况愈下。幸好医生们都对他很积极，从没有放弃的念头，但却要他们做最坏的打算。话说记者在昏迷那个月内，医院在科学医药方面对记者病情无可做出结论，记者的家人就只好向父统的迷信中着手。他们在昏迷的第10天找了位高僧诊疗，由于那位高僧也是来自泰国，所以一眼就看出所患的是什么病。他说记者被下了源自泰国的一种降头术，名为脱魂降，患者会莫名的昏迷不醒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魂魄不断地被此降术往下拖，若第14天后那灵魂会被拖至第18层地狱，永不超生，唯有施降者能将之灵魂解救，但灵体却终身朝施降者为奴。据法师说，记者被下蛊10天，灵魂已被拖入了鬼门关，所以他也对记者措手无策，唯一可做的是向记者的灵魂施法护守，才不至于受到地狱界恶鬼的折磨。然后经过他父母的同意后，那位高僧使出一招化魂术，好让他的灵魂在未抵达终点前将之烟消云散，接着从再死而复生的道理把记者救活。现在这个记者已经恢复了。泰国的巫术在科学上还是没有清晰的解释，对于玄学的故事，本频道还是觉得宁可信其有吧。这个世界有太多科学无法解释的情况，不是吗？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，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再会。